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Polak Prasad 的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Polak Prasad 于2007年创立纳兰达资本 Nalanda Capital， 目前管理着超过50亿美元的印度上市证券投资。在此之前，他曾在华平投资 Warburg Pincus 工作近9年，并在麦肯锡 McKinsey 任职6年。从2007年成立到2022年9月，纳兰达首支基金实现了扣除全部费用后 20.3% 的卢比年化回报率，领先印度大盘股和中盘股指数 10.9个百分点。这本书尝试用进化生物学重新理解投资。Polak Prasad 从自然界延续千万年的生存规律中，总结出一套经过实际投资检验的长期投资体系。这套体系不依赖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把投资决策分成3个连续步骤，规避重大风险，以合理价格买入高质量企业，以及不轻易买入，更不轻易卖出。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我们可以从达尔文那里学到哪些投资常识。对所有物种而言，首要目标都是尽可能长时间的生存。动物每天都在面对2类错误。第一类错误是做了本不该做的事，导致自己受伤或死亡。放在投资中，就是把糟糕资产误认为好资产，造成本金永久损失。第二类错误是为了避开风险，放弃了原本可能获得的食物或配偶。放在投资中，就是错过潜在的优质机会。观察自然界就会发现，物种能够繁衍千万年，靠的是尽量减少第一类错误。口渴的雄鹿走进水源时，如果察觉到捕食者潜伏的迹象，通常会放弃饮水。它宁愿挨渴，承担错过水源的第二类错误，也不愿冒险丢掉性命。交配时也是如此。马鹿在16个月大时就具备交配能力，却通常要等到6岁，鹿角充分发育后才会参加竞争。即使来到求偶场，2头成年雄鹿也很少立即决斗，他们会先咆哮，通过叫声判断对方的实力，如果无法分出高下，再绷直双腿并排行走，观察对方的体型和身体状况。只有双方都不肯退让时，才会用鹿角相互撞击。整个繁殖季，只有大约 5% 的雄鹿会留下永久性创伤。它们并不争夺每一次交配机会，而是优先保全生命。植物同样遵循这套原则。柳树遭到叶甲成虫攻击后，新长出的叶片会生成更密集的毛状体，并增加木质素等防御物质。毛状体会阻碍昆虫移动，木质素则会让叶片变硬，营养价值下降，使昆虫难以下咽。这些防御都需要消耗大量代谢能量，会拖慢新枝叶和果实的生长。柳树宁愿牺牲扩张速度，也要把资源从生长转向防御，避免自己被昆虫啃食殆尽。把这套生存逻辑放进股票市场，假设市场中有1000家好公司，3000家差公司，一位基金经理判断一家企业好坏的准确率高达 80%。 面对3000家差公司，他有 20% 的概率犯下第一类错误，于是误选了600家。面对1000家好公司，他有 20% 的概率犯下第二类错误，于是选出了800家。他最终会买入1400家公司，其中真正的好公司只有800家。也就是说，这位判断准确率高达80%的专家，最终投资组合中好公司的比例只有 57%。如果他把主要精力从寻找好公司转向排除差公司，将第一类错误率从 20% 降到 10%， 第二类错误率保持不变，他会误选300家差公司，同时选出800家好公司。投资组合中的好公司比例会从 57% 跃升到 73%。 相反，如果他只顾着不错过机会，把第二类错误率降到 10%， 第一类错误率仍保持 20%， 他虽然能选出900家好公司，却仍会买入600家差公司，好公司的比例只能提高到 60%。
市场上的优质投资本就十分稀少，与其费尽心力寻找更多好公司，不如先降低买入糟糕资产的概率。对投资结果而言，减少第一类错误带来的改善，远大于减少第二类错误。为了排除劣质资产，要先建立一份负面清单。第一项是避开由罪犯、骗子和欺诈者经营的企业。一家公司如果欺骗小股东、供应商、客户或员工，无论估值多低，都不值得长期持有。纳兰达会聘请法务尽职调查机构，核查控股股东和高管的过往商业行为，同时查阅媒体报道、历年年报、业绩电话会议和访谈记录，并向与管理层有过业务往来的人了解情况。一旦发现大额资本支出合同中的资金流失、账目不清或异常现金支付等迹象，就会进一步调查。只要无法确认控股股东的诚信，就停止后续分析。第二项是不参与困境反转的押注。陷入困境的企业请来明星高管扭亏为盈，偶尔会成功，但没人能够提前分辨哪个案例会成功。20世纪90年代初，IBM 连续3年累计亏损160亿美元。曾经管理食品和消费品企业的 Louis Gerstner 接手后，通过削减开支、出售资产、重塑企业文化，并将高管薪酬与公司整体业绩挂钩，完成了著名的企业转型。从1993年到2002年， IBM 的股价从13美元上涨到77美元。但杰西·潘尼 J.C. Penney 的结果截然相反。2011年，曾在塔吉特 Target 成功重塑品牌，并打造苹果零售店的 Ron Johnson 出任首席执行官。市场对他的到来充满期待，公司股价当天上涨了 24%。 Johnson 上任后，更换品牌标识，重新设计门店，并取消了杰西·潘尼传统的优惠券和清仓促销，结果顾客大量流失。2012年，公司销售额从170亿美元降至130亿美元，出现13亿美元的营业亏损。上任仅17个月后， Johnson 被解雇，其任期内公司股价下跌了 60%。 杰西·潘尼此后再未恢复，并于2020年申请破产。连 IBM 和杰西·潘尼这样看似清晰的转型案例，结果都完全相反。投资者没有必要拿自己的资金去验证明星高管的运气。第三项是避开高杠杆企业，最好选择零负债企业。公司金融理论推崇使用杠杆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但债务会削弱企业的生存能力，也会限制管理层的战略选择。2020年第二季度疫情封锁期间，背负巨额债务的黄金健身房 Gold's Gym、赫兹租车 Hertz 和内曼、马库斯、尼门 Marcus 等企业相继申请破产。当业务出现问题时，管理层已经忙于应对客户流失、供应链中断和竞争压力，最不该分心处理的就是偿还利息。再看印度最大的涂料企业亚洲涂料 Asian Paints， 2020年3月，公司持有2亿2千万美元现金，并且没有负债。4月到6月，其营收下降 43%， 净利润下跌 67%。 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亚洲涂料仍然宣布给员工加薪，免费为经销商的门店消毒，为油漆工提供医疗保险，将经销商的付款期延长45天，并向承包商发放了超过500万美元的救济金。没有债务压力的企业能够在行业低迷时投入资源稳定员工、供应商和分销渠道，并趁机巩固市场份额。强劲的资产负债表不是通过增加债务来降低资本成本，而是通过减少债务来提高资本安全。负面清单的第4项是避开沉迷并购的企业。不同研究给出的并购失败率从 60% 到 90% 不等。除了支付过高、文化冲突和整合失败，大型并购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代价，它会让企业失去原本可以把握的机会。2015年，
生命科学企业拜耳，贝尔的市值约为1400亿欧元，每股收益达到5欧元。第二年，拜耳提出收购农化企业孟山都 Monsanto， 最终为这笔交易支付了630亿美元。为了筹集资金并满足监管要求，拜耳陆续出售了种子、除草剂、消费者品牌和高利润的动物保健业务。公司的净债务从2017年的36亿欧元飙升至2018年的360亿欧元。与此同时，管理层的大量精力被孟山都引发的诉讼和索赔占据。拜耳原有的制药、消费者健康和作物科学业务停滞不前。2015年到2020年，其制药业务销售额一直停留在160亿到170亿欧元左右，而此前5年，这项业务的销售额曾经翻了1倍以上。疫情爆发后，拜耳还错过了新冠疫苗带来的巨大市场机会。到2021年年中，公司市值只剩500亿欧元，比2015年下降了约 65%。 为了买下一项充满麻烦的业务，他不仅承担了巨额债务，还牺牲了原有主业的发展机会。第5项是避开快速变化的行业。1840年代的英国铁路狂热以及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都曾在短时间内吸引巨量资金，但最终只有极少数企业存活，大量股东财富随之蒸发。在商业规则尚未定型、技术路线频繁变化的领域，投资者缺乏足够的历史数据来判断最终赢家。把资金投入其中，本质上是在押注一种尚未经过验证的结果。第6项是避开所有者利益不一致的企业。如果一家跨国公司在当地拥有上市子公司，同时又建立了由母公司全资持有的子公司，小股东的利益就很容易被牺牲。母公司可能把最优质的业务、人才和资源留给全资子公司，而上市子公司的小股东没有能力阻止。严格执行这6项排除标准后，纳兰达在印度800多家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中，候选名单通常只有75到80家。这样的做法也必然会错过一些涨幅惊人的股票。2007年，爱车汽车 Eicher Motors 剥离了15项业务中的13项，只保留卡车和摩托车。当时，这仍是一项没有得到业绩验证的转型计划，因此被排除在投资名单之外。此后，爱车汽车的摩托车销量从2009年的5万2千辆增长到2019年的82万2千辆，10年增长了16倍。从2007年到2021年，其股价上涨了70倍。2017年，特斯拉 Tesla 背负约70亿美元净债务，经营亏损达到16亿美元，当年还消耗了41亿美元现金。它不仅处于快速变化的行业，还在持续亏损，因此同样被排除。接下来的3年里，特斯拉股价上涨了10倍。爱车汽车和特斯拉都是规避重大风险必然付出的第2类错误。但在每一个成功的转型故事和新兴行业赢家背后，还有数百家企业因为高负债、商业模式未经验证或转型失败，被悄无声息地扫进历史。大黄蜂在觅食时，如果曾被藏在人造花朵上的机械蟹蛛抓住，就会开始避开更多花朵，包括那些实际上没有危险的花朵。这样做会降低采蜜效率，却也减少了被捕食的概率。宁愿错过少数暴利机会，也不承担可能危及生存的风险。对大黄蜂如此，对长期投资者同样如此。1959年 Dmitry Belayev 出任俄罗斯科学院细胞与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并与研究员 Ludmila Tret 在西伯利亚开展了一项长期银狐繁育实验。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动物的物理形态决定了选择方向，但 Belayev 决定只筛选一个行为特征：温顺程度。Tret 的团队从幼狐1个月大开始测试它们对人的反应，等到7个月左右，再将它们分成3类，只挑选最愿意接近人类的狐狸进行繁殖。到了第8代，这些更温顺的狐狸开始出现花斑皮毛。
随后，它们又长出了耷拉的耳朵和卷曲的尾巴。20世纪90年代初，驯化狐狸的头骨变短，口鼻部变得更短、更宽，看起来更像幼崽。实验人员从未按照毛色、耳朵、尾巴或头骨形状进行筛选，却因为持续选择温顺性，改变了相关基因的表达。驯化狐狸体内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升高，肾上腺素水平降低，褪黑素分泌也发生变化，甚至让部分雌狐一年进入2次发情期。一个行为特征的筛选带来了一系列生理变化。投资市场中有成千上万家公司，逐一判断管理团队增长潜力和利润率并不可靠。评估管理团队容易受到个人表现的蒙蔽。2000年，安然公司 Enron 的总裁在宽带业务发布会上显得沉稳自信，战略规划也无懈可击，但不到2年，公司便宣告破产。依靠营收增长筛选同样危险。维沃克 WeWork 的营收从2016年的4亿1500万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35亿美元，但这种增长依靠持续消耗现金维持。仅2019年第3季度，公司就亏损了12亿5000万美元。单看利润率也存在盲区。2014年到2019年，蒂芙尼 Tiffany 的平均营业利润率约为 19%， 好事多 Costco 只有 3%， 但好事多的库存周转天数约为31天，蒂芙尼则长达521天。资产周转效率的巨大差距，使利润率更低的好事多反而成为更高质量的企业。能够像温顺性一样，通过一个数据关联多种优质商业特征的指标，是历史资本回报率 ROCE。它用企业的息税前利润除以净营运资本与净固定资产之和，衡量企业每投入1块钱经营资本能够赚取多少营业利润。2014年到2019年，好事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达到 22%， 高于蒂芙尼的 16%。 在竞争市场中，超额利润会吸引竞争者进入，逐渐压低回报。因此，一家企业能够10年如一日地维持 20% 以上的资本回报率，本身就说明它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控制成本，合理配置资本，并拥有足以抵御竞争的壁垒。历史资本回报率不是完美指标，却可以用一个可量化的数据替投资者初步筛选出优秀管理、有效资本配置和兼顾竞争优势。生物体在漫长的演化中不断面对外部环境巨变和内部基因突变，却仍能维持基本结构和功能。这种抵御变化、保持正常运转的能力就是稳健性 （robustness）。遗传密码本身就具有稳健性。密码子的第3个碱基发生变化时，很多情况下仍会生成同一种氨基酸。澳大利亚浅海的2种海胆在大约500万年前分化，一种需要经历幼虫阶段，另一种从卵直接发育成成体。两者的发育路径完全不同，最终形成的成体结构却几乎一样。在商业世界中，历史资本回报率筛选出初步名单后，还要检查企业是否具备多层次的稳健性。判断标准包括长期保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客户和供应商足够分散，负债很少或没有负债，拥有较强的竞争壁垒和稳定的管理团队，并且所处行业变化缓慢。印度业务流程外包公司 WNS 曾经面临客户过度集中的问题。2006年，其前5大客户贡献了 41% 的营收，到2007年，这一比例升至 55%。虽然公司资本回报率较高，没有负债，管理团队也很稳定，但过度依赖少数客户，明显削弱了它的稳健性。2007年下半年， WNS 流失了一个大客户，又面临另一家客户终止合作的威胁，股价在2008年初跌至13美元。纳兰达判断，客户流失虽然是短期利空，却会迫使公司改善客户结构，于是在2008年1月到3月逐步买入了大约 6% 的股份。
此后十几年 ，WNS 不断分散客户群体，到2020年，前5大客户的营收占比已经降至 25%。短期的负面事件，最终反而提升了企业的长期抗压能力。稳健的企业拥有抵御冲击的底盘，也能够在不威胁主营业务的前提下，承担审慎风险 （prudent risk）。这种风险规模较小，能够衡量，失败后可以快速纠正，却保留了较大的成功空间。沃尔玛 （Walmart） 创始人 Sam Walton 在44岁时开出第一家沃尔玛门店。到1980年，公司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后，他继续尝试新的业务形态。巨型购物中心、折扣药店和家居建材店都失败了，但这些尝试的规模有限，没有威胁沃尔玛的核心业务。1983年推出的山姆会员店获得成功，不到10年，销售额便突破100亿美元。1991年，沃尔玛通过与墨西哥最大零售商西弗拉 （Cifra） 成立合资企业，小规模试水海外市场。到2020年，其国际业务营收已经达到1200亿美元。2000年，沃尔玛又与投资机构 Accel Partners 合作推出 Walmart.com， 大约18个月后收购合作方持有的股份，实现全资控制。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逐步扩大投入，这正是审慎风险。佩奇工业 Page Industries 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2011年，公司在男装和女装业务之外，同时推出男孩和女孩儿童系列。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产品最终被撤回，但失败并未损害公司的财务和主营业务。2011至2012财年，佩奇工业的资本回报率达到 59%， 下一财年甚至升至 64%， 销售额增长 26%，利润增长 24%， 负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司没有放弃儿童市场，而是在2015年重新推出范围更窄的7到12岁男孩系列，随后再推出女孩系列。到2020年，儿童业务已经开始为整体销售和利润增长做出贡献。只要守住高资本回报率和低负债的底线，小规模试验即使失败，也只会形成轻微摩擦，不会动摇企业的生存基础。1831年 ，Charles Darwin 登上小猎犬号，开始环球航行。他随身带着地质学家 Charles Lyell 的著作，并通过研究远古化石、现存物种和地理结构，逐渐形成物种演化的理论。Darwin 没有预言任何物种未来会变成什么，而是依靠已经发生的历史解释眼前的自然世界。金融投资界却习惯采用相反的方式，用对未来的预测倒推企业今天的价值。最典型的工具是贴现现金流 DCF。这种方法需要预测企业未来每一年的现金流，再使用折现率换算成今天的价值。问题在于，预测下一年的财务数据，至少要判断销量、单价、销货成本、销售费用、应收账款和资本支出等10个以上的变量。即便分析师对每个变量的预测准确率都高达 90%， 同时准确预测10个变量的概率也只有 35%。这还只是一年的数据，而贴现现金流模型通常需要预测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折现率的微小变化也会造成估值结果的剧烈波动。假设一笔100美元的现金流在25年内每年增长 10%， 使用 10% 的折现率，现值是2273美元。只把折现率降低1个百分点，变成 9%， 现值就会上升 13%， 达到2565美元。把折现率提高1个百分点，现值则会下降 11%。一项长期估值结果竟然会被1个百分点的主观调整大幅改变，这种精确只是表面上的精确。2017年5月，色拉布 Snapchat 公布的增长低于预期，并出现22亿美元亏损，股价一天内下跌近 25%。此前，市场已经发布了大量预测和分析报告，却没有提前发现这次业绩落差。同年，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的业绩电话会议上，分析师追问车载通信系统安吉星的未来营收，首席财务官只能回答，这项业务确实在增长，但公司不会单独披露具体数字。连负责经营企业的管理层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外部分析师在表格中填写的多年数据就更不值得依赖。纳兰达放弃对未来现金流的猜测，只根据已经实现的历史盈利计算网际市盈率。估值也永远放在投资分析的最后一步，先排除重大风险，再确认企业质量，最后才判断价格是否合理。2008年10月，雷曼兄弟破产3周后，印度市场陷入恐慌。当时，佩奇工业已经拥有10多年的经营记录，过去5年营收年均增长 32%， 资本回报率达到 57%。纳兰达以每股455卢比的价格买入佩奇工业 8% 的股份，这个价格比当时370卢比的市场价高出 23%， 但根据企业已经实现的盈利计算，其网际市盈率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买入后的第2天，账面便出现亏损，股价用了大约半年才重新回到买入成本。到了2022年7月，佩奇工业的股价达到48873卢比，是最初买入价格的107倍。评估一家企业时，先看风险，再看质量，最后才看估值。只有风险可控，企业质量过关，价格也足够合理时，才值得买入。华盛顿大学生物学教授 Jonathan Losos 长期研究加勒比海4个主要岛屿上的大约150种安乐蜥。这些物种源自大陆上的2个祖先物种，却在不同岛屿上各自演化出6种相似的体型。例如，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树干型安乐蜥，亲缘关系并不接近，却都长出了较短的尾巴和灰色皮肤，适合在树干上移动和隐藏。不同亲缘关系的生物在相似的环境中独立演化出相同的适应性特征，这叫做趋同进化 （Convergent Evolution）。类似现象在自然界中反复出现。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和其他大陆的胎盘类动物，虽然演化路径完全不同，却分别出现了外形和生活方式相似的袋狼与灰狼。商业世界同样存在反复出现的成败模式。2013年末，纳兰达投资了信息前沿 InfoEdge。这家公司运营印度领先的招聘网站诺克里 Naukri.com。当时，诺克里占据印度招聘网站 65% 的流量份额，规模是第2名印度怪兽招聘网 Monster India 的4倍。求职者愿意使用诺克里，是因为这里有最多的企业，企业愿意付费使用诺克里，是因为这里有最多的求职者。这种网络效应使领先者的优势不断自我强化。这项投资符合2种已经得到历史验证的趋同模式。第一种是传统黄业，当地规模最大的黄业拥有最丰富的企业信息和最多的用户，往往能形成近乎垄断的地位，领先企业的利润率超过 40% 并不罕见。第二种是其他国家的招聘网站，澳大利亚的 Seek、美国的 Dice 和 Career Builder， 以及中国的前程无忧等领先平台，营业利润率普遍达到 30% 到 40% 以上。诺克里当时的营业利润率达到 49%， 到2021年又升至 55%。 其他国家已经验证过的商业模式，让这项投资不再只是对一家公司的孤立判断。这种比对方法被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称为外部视角 Outside View。 Kahneman 曾带领一个团队编写教材，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估计2年可以完成。但一位熟悉同类项目的教育专家指出，类似项目有 40% 会彻底失败，最终完成的项目通常需要7到10年。 Kahneman 的团队最后用了8年。内部视角关注眼前这个项目看起来如何，外部视角则要看同类项目在历史上的真实结果。投资不能只听一家企业讲述自己的计划，
还要考察这种商业模式在其他时期、其他市场中的实际存活率。航空业就是一个清晰的反例。麻省理工学院 MIT 对2000年到2013年美国航空业的研究显示，行业14年总营收约为 1.4 万亿美元，却累计亏损44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的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4年，全球航空业连续15年没有一年能够覆盖资本成本。全球营收排名前10的航空公司，10年间的中位数资产收益率也只有 2.5%。无论单家公司讲述的战略多么动听，如果同一商业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反复失败，最好的选择就是避开。20世纪进化生物学家 Ernst Mayr 将影响生物行为的原因分成2类。鸟类在8月25日开始向南迁徙，当天气温骤降是直接触发行动的近因 proximate cause。而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冬季不迁徙的鸟会因为缺少食物而死亡。这种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生存机制是原因 ultimate cause。 股票价格每天都会因为各种近因发生波动，但这些短期事件未必会改变一家企业长期成败的原因。1997年7月，泰国被迫允许泰铢自由浮动，亚洲金融危机由此蔓延。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下跌554点，跌幅达到 7.2%。 沃尔玛下跌 6%， 波音下跌 11%。 6个月后，道琼斯指数已经上涨 25%， 沃尔玛上涨 57%， 波音也上涨了 16%。 亚洲金融危机是股价下跌的近因，却没有改变这些企业长期盈利的根本条件。公司自身出现问题时，近因与远因更难区分。2007年，纳兰达买入为巴夫环球 Vibe of Global， 这是一家主要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向美国和英国消费者销售低价珠宝及配饰的企业。2011年到2014年，公司营收和营业利润的年化增长率约为 30%， 但从2014年开始，销售额停滞，利润下降近 70%， 资本回报率从 55% 跌至 13%， 股价也从174卢比跌到54卢比。业绩下滑有3个直接原因：公司没有及时推出竞争对手已经采用的分期付款服务，技术平台陈旧，同时还流失了几位高级管理人员。这些问题可能只是可以解决的近因，也可能意味着商业模式已经遭到永久损害。纳兰达重新检查了企业成功的原因。维巴夫环球主要销售20到25美元的低价珠宝，竞争对手的产品均价通常在50到100美元。市场中没有新的竞争者愿意进入它的价格区间，目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创始人 Sunil Aggarwal 随后推出分期付款，重建技术团队，并从内部提拔管理人员。2016年到2020年，公司销售额实现 11% 的年化增长，营业利润增长近5倍，资本回报率回升到 45%。 到2022年9月，股价达到352卢比，是2016年底的 6.5 倍。在整个困难阶段，纳兰达持有的维巴夫环球股份一股都没卖，决定继续持有，不是因为预见了股价一定会反弹，而是因为支撑企业成功的原因仍然存在。新闻媒体天然倾向于放大负面事件。心理科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负面词汇的识别和记忆速度比正面词汇更快。媒体并不是凭空制造这种偏好，只是在迎合人类对坏消息的敏感。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日报《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 连续刊登经济活动正在迅速放缓，敏感指数创2008年新低，经济衰退与裁员等标题。这些新闻不断强化市场对灾难的想象，却很少有人报道那些决定企业长期成败的日常活动。
WNS 又处理完一批业务，佩奇工业又增加了新的零售商，工厂又完成了一个班次的生产。媒体聚焦的是近因，而真正决定企业价值的原因，往往枯燥的根本登不上头条。也正因为如此，市场恐慌才会偶尔把高质量企业的价格压入合理区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恐慌让佩奇工业的股价继续下跌了半年，但它的资产负债表依然稳健，品牌地位和分销体系也没有受到永久损害。金融危机只是影响股价的近因，支撑企业长期发展的原因仍然存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再次引发全球恐慌，印度市场当月下跌 23%， 外国投资机构从印度股市撤出了87亿美元。纳兰达检查了长期跟踪的轮胎、煤制剂、锅炉、诊断服务、汽车贷款和卫浴用品企业。这些公司大多拥有较高的历史资本回报率、充足的现金和稳定的竞争地位。疫情封锁会冲击短期收入，却没有改变他们长期成功的原因。因此，纳兰达在2020年3月投入的资金比此前4年的总和还多 12%， 买入一直持续到9月，直到这些企业的价格上涨，离开合理估值区间才停止。2020年全年的投资额超过了2007年到2019年13年累计投资额的1/3。没人能提前知道这些买入最终是否正确，能够做的只是重复同一套流程，核查资产负债表和历史资本回报率，确认企业长期成功的原因没有受损，再按照基于真实盈利计算出的合理价格买入。长线投资的大部分时间里，账户都处于静止状态。市场因短期事件剧烈波动时，重新核对企业的原因，只要企业仍在正常创造价值，就不要因为头条新闻轻易卖出。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用物种延续千万年的演化规律，总结了一套简单、可以反复执行的投资流程。第一步，规避重大风险，避开不诚信的经营者、困境反转、高杠杆、并购成瘾、快速变化的行业，以及所有者利益不一致的企业。宁愿错过少数暴涨的机会，也不承担可能造成永久资本损失的风险。第二步，以合理价格买入高质量企业。先用长期历史资本回报率筛选企业，再检查它的资产负债表、客户结构、竞争优势和管理稳定性。判断企业质量时，不依赖管理层的承诺，也不预测遥远的未来，而是用已经发生的历史数据，验证它是否经受过时间和竞争的考验。第三步，不轻易买入，更不轻易卖出。市场因短期新闻陷入恐慌时，区分股价波动的近因和企业成败的原因。只要企业的长期竞争地位、资本回报率和财务稳健性没有受到永久损害，就不因为短期价格变化轻易卖出，让企业自身的利润增长完成复利。投资世界极其复杂，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真正能够依靠的，不是寻找每一次最佳机会，而是长期坚持一套稳健、简单、可以重复执行的流程，规避重大风险，以合理价格投资卓越企业，然后成为他们的长期所有者。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